妻子和男闺蜜出去玩，半夜还不回来，我担心他的安危，打电话给他，他反手把我拉黑。第二天回家，我却看到他脖子上的吻痕。面对我的询问，他不耐烦地吼道：“我们只是一起打游戏，你别管这么宽。”我扔出离婚协议书，摔门而去。祝你们百年好合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喂，小雨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打通了电话，一边做饭一边对电话那头的人说道：“你烦不烦啊？”对面是王宇不耐烦的声音，仔细听的话还有些醉意。我皱了皱眉头：“小雨，你是不是喝酒了？你在哪？我去接你吧。”我摘下围裙，打算去接她，毕竟一个女孩子晚上在外边也不安全。谁知电话那头传来王宇的大叫声：“我都说了不要让你来，不要让你来，你还来干什么？”我愣了一下，我只是担心你，陆哥，你不用担心他呀，小雨他和我在一起呢。我听到这声音，握着手机的手陡然握紧了。这是刘海，王宇的男闺蜜。当初在大学的时候，他和王宇的关系一向很好，不过王宇那时候忙着追我，在我看来他们也只是普通的朋友。没有想到，刘海，你怎么和小雨在一起呢？这么晚了，我还是把她接回来吧。我的指尖有些发白，耐着性子问道：“你不用管她，挂了就行。我们接着玩游戏。”电话那头传来了嘟嘟嘟的声音。当我想再次打过去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被拉黑了。我将手机摔在沙发上，烦躁地揉了揉头发，拨通了一个很久没有拨通的电话号码：“老大，您可终于联系我了。您不联系我，我也不敢联系您。您说这……别说废话。”我直接打断他道：“帮我调查一个人。我和王宇刚结婚不久，她是当地暴发户的独女，从小刁蛮任性，当初追我也很是热情。我并不是当地的人，但我的家世并不比她差。我从小被家里管得很严，很少见到这样热情的女子，对她动了心。父母都不赞同我娶她，最终我不顾家里的反对，偷偷和她结了婚。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并没有举办婚礼，所以在大部分人看来，我是一个入赘的废物男子。我无所谓，想着等有一天告他我的真实身份。第二天的时候，刘海将王宇送回了家。王宇喝得像一滩烂泥一样，白嫩的手臂还搂在刘海的脖颈处，胸口有意无意地蹭着刘海的胸膛，一脸吃饱喝足的样子。而王宇的脖子处还有着明显的吻痕。刘海一副炫耀的样子：“陆哥，我把人给你送回来了。”我看着王宇脖子处的吻痕，只觉得无比的讽刺。昨晚阿达告诉我关于刘海的资料时，我就有着想要杀了他的冲动。刘海家里以往是很有钱的，不过近些年一落千丈，就想着追到王宇来支持自己的家族事业。谁知王宇当时一门心思地追我，她只能以男闺蜜的身份陪在王宇身边，而现在还是阴魂不散。多谢。我将手伸过去，想要把王宇抱过来。刘海将王宇递到我怀里，而后又在我耳边说了句：“陆哥，你老婆滋味不错呀。还有，你个没用的赘婿，怕是连火都不敢发吧？”我听到这话后，握紧了拳头，而后把王宇放到一旁的沙发上。刘海嗤笑了一声，就想要哼着小曲离开。我直接握住他的肩膀，一拳打了上去。好久都没打架了，今天正好活动活动筋骨。刘海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和我扭打起来，我们谁也不让谁，可他终究还不是我的对手。我摁着他打了起来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门突然开了，我抬头一看，看到了我的岳父
王杰峰、陆晨，你住手！你在干什么？我听到岳父对我大喊，拐杖发出砰的一声，很响。我忍了忍，收回了拳头。刘海趁机一把将我推到地上，举起手想要还回来的时候，我死死地看着他，他的眼里出现了一丝惊恐，最后没有还下手来。王宇这时候也迷迷糊糊地醒过来，看到眼前的场景，吓了一跳。随后，他颤颤巍巍地看着岳父说道：“爸，您怎么来了？”王宇吓得连酒都一下子吓醒了。王杰峰眉宇间有着些怒气，看着自己的女儿，实际上看着我说道：“我要是再不来，这个家恐怕就要被拆了。”刘海直接站起来，扑到王杰峰面前，哭丧着脸说道：“王叔，王叔，陆晨他疯了，我只不过送小雨回来，他就疯了似的打了我一顿，是他先动的手啊！”王宇听到这话，也是瞪了我一眼，我有些心凉，握紧着拳头。王杰峰看了看刘海脖子上的吻痕，心里明白了什么，眼神也深了几分。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，看到这肯定明白了什么。陆晨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无论如何都不能打人，更何况刘家和我们王家关系也不错，你太冲动了。我听到这话后嗤笑了一声，那我请问岳父大人，是我太冲动，还是你怕我破坏你们两家的关系呢？刘家已是落魄，可在外人看来还是有些家底的，最起码比我这个什么都没有的赘婿要好多了。王杰峰一下子将目光放到了我的脸上，眼神里满是威胁和鄙视。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我嗤笑一声，怎么被我说中了？啪！王宇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。陆晨，谁让你这么和我父亲说话的？这一巴掌打碎了我对他所有的幻想。刘海在一旁对我竖了一个中指，眼神里充满了鄙视。我攥住了他的手腕，你和刘海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谁知他直接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对于我来说，只不过是一个玩具而已。你要知道，我随时都可以抛弃你。”我笑了一下，直接甩出了离婚协议书。那就离婚吧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在三人震惊的目光中，我气愤地摔门而去，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，悲伤涌上心头。当初少年心性，不顾一切地来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，没人知道我的身份和家底。遇到王宇以后，我收敛了心性，想靠自己创出一片新的天地，给他幸福。可现实却狠狠打了我的脸。可没想到，这一切都是一场笑话。一辆限量版的帕拉梅拉停到我面前，我看到了熟悉的面孔。老大，您终于同意回来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坐上了那辆象征着财富和地位的豪车。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，但是我想让他们付出代价。阿达，我们回去吧。老大，您和王小姐？阿达犹豫着问道。我知道，昨晚让他查刘海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的眼神暗了下来，已经结束了。现在的我只是陆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。阿达在副驾驶上歪着头问道：“老大，我们现在回去后干什么？集团的全体上下都在等着你。”我脑海里一直都是刚刚的那些画面，眼神有些狠厉起来。天凉了，王家和刘家该破产了。他们既然不给我面子，那就也不需要我给他们面子。阿达，你说这世的天是不是也该要变了？阿达瞬间明白了什么，点了点头。只要老大想，这里的天可以随时变。我回到家的时候，坐在沙发上的程思雨一下子扑了上来，搂住我的脖子说道：“阿晨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好想你。”脖间还有一些温热的液体滴在上面，我有些动容。如果说我走了这些年，最对不起的应该就是他了吧。他是出生于书香世家，
却在儿时父母早逝，和我一起长大。他与我青梅竹马，我却抛下他，直接去了 A 市，去找自己所谓的人生和应有的爱情。我知道他对我什么心思，可我当初没事，我不会走了。我揉着思雨的头，安慰着他说道。思雨一直点着头，越发搂紧了我。阿达的办事效率很快，不过是1周的时间，就将陆氏集团的事业延展到了 A 市，成为了 A 市的老大。而 A 市的商人一听到这是外地的老板的时候，都奉承起来，想要见一见我。而这之中不乏王家。王杰峰专门到了陆氏的分公司，提出想要见一见我的建议。阿达问我怎么办，我将手机放到耳边，笑着说了一句：既然这样，那就见吧。我倒是很好奇，他们见到我会是什么样子。而此时思雨正在我的总裁办公室里汇报着工作，听到这话后手顿了一下，眼神有些低落。他是我的秘书，虽是书香世家，可在这方面也是游刃有余。好的，老大，那我去回复他。还有，干脆直接举办一个宴会吧，他们不是都想要见见我吗？那就满足一下他们的好奇心吧。我和阿达说完后，就挂断了电话。抬起头时，看到了眼泪汪汪的程思雨。我顿了一下，问道：思雨，怎么了？阿晨，你将集团的产业发展到 A 市，那里是不是对你有很重要的人？是不是你的？不是。我直接打断他说道：不是我的任何人，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关系的。思雨听到这话，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。阿晨，我相信你。说完后，还一下子抱住了我。那我们在一起一辈子，好吗？我怔愣了几秒，随后轻声说道：好。宴会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，这场宴会地点在市最豪华的大厅。我到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已经到场了，台下俨然一场热闹非凡的场景。所有商人之间举杯欢庆，商量着如何成为市场的老大。而其中最为显眼突出的，也就是王杰峰了。王杰峰是近些年的佼佼者，独揽了 A 市的商业大头，很多人都围在他身边恭迎着他，而他的脸上也满是骄傲。他的一旁还有着王宇，王宇此时浓妆艳抹，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，刘海也在一旁讨好着他。毕竟刘家这些年被王家挤了下去，需要王家的救济。老大，准备好出场了吗？阿达对我说道。程思雨拉紧了我的手腕，脸上有着明显的紧张。他见过的大场面并不少，而今天是有些特殊的，紧张一些也正常。我握住他的手，安慰他说道：别紧张。程思雨点了点头，精致的小脸上满是自信。阿晨，你放心，这种小场面我不会怕的。我轻笑了一下，随后应道：好。阿达在前面走着，我拉着思雨的手走在后面，而在我们后面还有着几个高大威猛的保镖。阿达开了门，耀眼的光芒刺了过来。这个大厅的房顶上是一个巨大的水晶灯，而我们是离这里最近的地方，底下的人都朝着我们看了过来。这陆总怎么这么眼熟呢？我看到了大惊失色的王家妇女，尤其是王宇，哪怕是厚重的妆容都挡不住她的苍白脸色。而思雨也看了出来，握紧了我的手，我也下意识地握紧。王总，这陆总怎么和你们家以前那个没出息的废物赘婿长得这么像呢？不会吧，人家陆总的家世深不可测，怎么可能和王总家以前的赘婿有关系呢？一定是看错了，只不过是长得像而已。一旁的王宇的脸色也有些松动下来，还有一旁的刘海，本来额头上都满是大汗，而此时听到这话也淡定了下来，在王宇耳边说了些什么，脸上挂着讨好的笑。只要王杰峰死死地看着我，
眼底有着打量和质疑，唯独少了从前看我的鄙视。我也看着他，对他笑了一下，而就是这一笑，让王杰峰的脸色微变，仿佛是确定了是我，眼神蓦地躲开了。我接过一旁阿达递给我的话筒，对众人笑着说道：“大家好，我是陆晨，陆氏集团的总裁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之前和 A 氏可还是有一段缘分呢。”话音刚落，大厅里有些沸腾了起来，仿佛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。而更紧张的，无非是王宇和刘海。王宇紧张地拉紧了刘海的衣袖，额头上也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冷汗，死死地看着我，仿佛在问：不可能吧？他那样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会成为陆氏集团的总裁？我举起酒杯，笑着说了一句 Cheer。 过后，我拉着思雨的手走了下去，思雨始终紧紧握着我的手，仿佛是害怕我抛弃现在的生活，重新回到之前一样。但不可能了，小陈！我听到一声熟悉的声音，是王杰峰。王杰峰叫住我，语气里是亲切，却又不失威严。可是仔细听的话，可以听到其中的讨好意味。我转过身，笑着看着王家父女还有刘家父子，脸上皆是不可置信和害怕。尤其是王宇，他的脸上满是慌张，似乎是连看也不敢看我。可我看向他的时候，他又是一脸讨好和崇拜，和当初第一眼见到我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我无视了他的眼神，对王杰峰说道：“好久不见。”王杰峰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也露出了里面的金牙，笑着说道：“好久不见，小陈。王总，请叫我陆总。”我喝了一口红酒，看着他说道。王杰峰笑了一下，随后看了一眼一旁的王宇和刘海，其中意味不言而喻，随后看向我：“陆总，好久不见，没有想到您还有这层身份。我替我的小女道歉。”“还有我，陆总啊，我也替我这不懂事的镊子道歉。他一向不知轻重，和小雨当初，也就是玩玩，我给您道歉。”“道歉啊！”刘海的父亲脸上满是奉承，恨不得给我跪在地上求原谅。而一旁的刘海连头也不敢抬起来。我轻笑了一下，对他们说道：“不用了，因为我不接受你们的道歉。”随后看着王杰峰说道：“也要多谢你们，要不是你们，我还不知道是居然这么适合扩大集团。毕竟什么人都能当上老大。王总说是吗？”王杰峰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在脸上，但还是笑着说道：“陆总这话，只要陆总想，哪里不是陆氏的天下？久仰大名，久仰大名啊！”王杰峰举起杯，想要敬我酒，我没有理他，这无疑是不给他台阶下。看来陆总今天有些不想喝酒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王杰峰一边说着，一边抿着酒。一旁的刘家父子都要急疯了。王宇走上前来，刘海想要将手搭在王宇的胳膊上，王宇直接甩开了，眼睛看着我：“阿晨，好久不见，你最近还好吗？”离开了王小姐，当然很好，最起码不用被人说我是一个废物了，不是吗？王宇听到这话，笑容有些僵，毕竟当初我的那些流言蜚语，还是有好多是他和刘海散播的。果不其然，刘海的头更低了。没有。王宇尴尬地笑了一下，随后把眼镜放到了思雨的脸上。阿晨，这是你的妹妹吗？真的很好看。我刚想要开口反驳，但思雨已经抢先一步伸出了手，对王宇笑着说道：“王小姐，你好。我不是阿晨的妹妹，我是阿晨的未婚妻。”思雨的脸上满是落落大方，而王宇却是彻底僵住了。同样的还有王杰峰，而刘家父子的脸上却是庆幸和释然。我点了头，对他们说道：“是的，这是我的未婚妻程思雨程小姐。”
说完后，带着思雨直接离开了，顺便对阿达说道：“阿达，将王家和刘家的人都请出去吧。这场宴会，他们已经知道了应该知道的东西，剩下的就不需要在场了。我看着恶心。”“是，老大。”隔天，管家说：“是的，王家父女和刘家的王家父子求见，正等在门外。”管家看了看我，随后接着说道：“陆总，您要是不想见的话，我可以直接将他们赶出去，毕竟他们也不配踏进这个大门。”我想了想，随后说道：“让他们进来吧，怎么也算是老熟人了，毕竟这次不让他们进来，也保不准有下一次。”管家想了想，应下了。我正在看着报纸，上面写着：“景浩京，陆氏集团的总裁，是王氏从前的赘婿。景浩京，王家抛下了一个真正的豪门。景浩，陆氏集团总裁陆晨是王家赘婿。景浩几个大字很是显眼，里面还不乏有着王杰峰讨好我，还有我让他们难堪的图片。”大门开了，我将报纸放到桌上，看着来人：“陆总，人带到了。”“好，你先下去吧。”管家很快下去了。我看着几人，笑着拿起桌上的茶，看着他们说道：“也不知道几位大驾光临，是来做什么呢？这样兴师动众，陆某还以为几位是要来报复陆某呢。”刘海的父亲先是走上前来，笑着说道：“陆总这就说笑了呀，我们给陆总道歉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报复陆总呢？是我们的错，怎么能怪到陆总头上呢？”我听到这话后也是轻笑了一下。刘总果然识时务。刘海的父亲越发笑了起来：“那是，陆总身边的人怎么会不识时务呢？还是陆总教导的好。”刘海的脸上都是难堪，走上前想要把自己父亲弯着的腰扶起来：“爸，您这么讨好他干什么？他怎么会有这么大本事？他要是有这么大本事之前为什么不说？他这个人就是居心不良。”啪！一声清脆的响声，这巴掌是刘海的父亲打在刘海的脸上的。“你个臭小子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陆总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，轮得到你在这指手画脚。你要是再说，我直接打断你的腿。”刘海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父亲，随后不敢再说话。就是这样，地位越高，权力越大，那些昔日里看不起你的人，都轮不到你来教训。王杰峰也走上前，头上的头发也是花白了几分。毕竟自从昨天被赶出陆家的宴会开始，好多王家的投资人已经撤资了，还有现在的这些流言蜚语，已经没人再敢帮王家。这对于王家来说，一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。王杰峰的背也驼了几分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永远挺直着腰杆。“陆总，我敬您一声陆总，不仅是我想要讨好你，就希望您看在昔日您和我女儿的情分上，帮我们一把。”我听到这话，笑意加重了几分，直接将茶砰的一下放到桌面上。不知道王总说的情分又是什么呢？是我被人戳脊梁骨，王家人的不作为，还是王宇打着男闺蜜的幌子背着我出轨呢？王总说，是哪一样情谊呢？我这一番话直接让王杰峰说不出话来。王宇哭着走上前来，眼眶红得像是个兔子一样，一看就楚楚可怜极了。可在我看来，不过是无比的让人厌恶。阿晨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以前有过那样多的情谊，你难道都忘了吗？我们是彼此的初恋，我们还可以回到从前的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是被一时冲昏了头脑，都是刘海那个废物，是他灌我酒，将我灌醉了才。此言一出，刘家的父子立马变了脸色，尤其是刘海，可能是王家已经倒台，也不再讨好着王宇，直接指着王宇开口骂道：“
你个臭婊子！明明是你那晚那么骚，一直求着老子，老子什么样的没见过？你这样的破鞋，现在就是白给我上，我也不要。”王杰峰听到这话后，脸青一阵白一阵，尤其是王宇，直接冲上来给了刘海2个大嘴巴子。就你那技术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你，你要是再说，我就撕烂你的嘴。刘海一下子被戳中心事，脸色愈发难看起来，立马骂道：“我打死你个臭婊子，还想要撕烂我的嘴，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。如果不是看着他们这副洋相进出的场景有些恶心，我还真想看看他们狗咬狗的样子。可我已经不想跟他们耗了。如果几位没有别的事情的话，就请离开吧，这里是陆家，不是你们大闹的地方。”王杰峰听到这话后，立马走上前，打了2人1人1巴掌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你们要是再说，一个都别想活！” 2人讪讪的不敢再说话，就是刘海一脸不服，死死地看着王杰峰，像是要把他的侧脸钉出一个窟窿来。我看着这场景，不免有些好笑。以往那样的讨好王家人，现如今不还是这样相看两厌？商人之间的往来，永远都是和利益挂钩的。陆总，这件事情终究是我们不对。但你要是愿意给小雨一个机会，我很乐意和陆总有着这一层关系。王杰峰看着我，小雨也是一直喜欢着陆总，相信陆总也是这样，不是吗？我听到这话后大笑起来，而我这一笑，直接让他们所有人都变了脸色。当然不是，莫非王总忘记了，我已经有了未婚妻，为什么还要一个这样的女人呢？难道王总是觉得你这女儿比我的未婚妻还要好吗？王杰峰陷入两难境地，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而王宇则是扑到我面前，拉着我的裤脚说道：“阿晨，阿晨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这样让我做小都行啊，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啊！”王宇哭得梨花带雨，我冷冷地看着他说道：“如果你再碰我，我一定把你弄死。”王宇吓得一下子松开了手，眼巴巴地看着我。刘海的父亲直接踹了一脚刘海，砰的一声，刘海一下子跪在了地上。“陆总啊，是我们不对，你看我让我这镊子给您跪下道歉，您消消气，实在不行，我还让我这镊子给您磕2个，您看行不行啊？”“爸，你闭嘴！”刘海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商人，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可以不择手段。而对于他来说，自己儿子的这一点牺牲，远远不如自己的事业重要。而王宇看到了，又看了看自己的父亲。王杰峰根本没有看他，我看得出来，如果王宇今天不能求得我的原谅，王杰峰怕是会将他赶出家门。王宇扑通一下也跪在了地上，妆容已经被哭花了，看起来都有些吓人。“阿晨，我错了，阿晨，都是我的错，给我一个机会吧，我一定不会背叛你。”我厌恶地看着他们，只觉得无比恶心。门突然被打开了，是思雨回来了。看到这场景，吓了一跳，后来眼神也是蓦地冷了下来。王宇回过头，看见了思雨，眼神里有着明显的嫉妒，随后大声说道：“阿晨，我知道了，他的名字里也有一个雨字，你是不是把他当作我的替身了？”此话一出，我和思雨都愣住了，尤其是思雨，他直接走上前打了王宇一巴掌。“你想多了，我从来不做任何人的替身。还有，收起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，别觉得你有这个资格能让我做你的替身，你不配。”这么多年，我是第一次见到思雨发这样大的火，不由得愣住了。王宇站起身来，指着思雨的鼻子骂道：“你居然敢打我！”我看到王宇有些急了，想要过去护着思雨，谁知思雨又打了王宇一巴掌，
打的就是你。现在还有什么疑问吗？我一下子顿住了脚步。看来这个小丫头再也不是以往那个需要被处处保护的小丫头了。所有人都呆住了，而思雨则是直接打了个响指，让保镖把几人扔出去了。等他们都出去后，我若有所思地看着思雨，而思雨也恰好转过身来。怎么了？我吓住你了吗？她的脸有些红了。我一下子笑了出来。没有，很可爱。我们相视一笑。1个月后，我和思雨结婚了。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，邀请了各地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当然没有王家和刘家的人，因为他们已经被挤下了商业的舞台。所有人都给我们送来了美好的祝福，当然也没有人再提起王家的事情，就像是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听说王宇被赶出了王家，成了人人喊打的人物，不过这一切也和我没有关系了。我看着笑靥如花的思雨，轻声对他说道：谢谢你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